大家好，这里是异常探测。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沉默的宇宙。在晴朗无月的夜晚，当你抬头看星空，肉眼能够看到的星星大概有6000颗，但银河系里的恒星有多少呢？据保守的估计，大概有1000亿到4000亿颗。那整个可观测的宇宙呢？星系的数量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再乘以2万亿，这是一个大到没有办法想象的数字。可就是这个数字却引出了天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宇宙里到处都是恒星，而很多恒星周围都有行星。那么外星文明呢？它们都在哪里？这句话不是科幻小说里编出来的台词，它其实真实发生过。就在一次午餐上，在1950年的夏天，物理学家费米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个食堂里跟3个同事一起吃午饭。这里插一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是美国当年研发原子弹的核心实验室。费米呢，就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核物理学家之一。当时就在几天前，《纽约客》杂志刚好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外星飞船偷走了纽约街头的垃圾桶。大家一开始在拿这幅漫画打趣，但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最近频繁出现的飞碟目击的新闻上。那饭吃到一半，费米忽然不说话了。他愣了几秒钟，然后冒出一句：“他们都在哪里？”在场的人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费米于是就在餐巾纸的背面用几个简单的数字估算了一下，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银河系里哪怕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恒星孕育出了智慧文明，那么按照文明扩张、增值、跨越星际的速度粗略来推算，银河系早就应该被这些文明的痕迹填满了。但现实是，人类却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信息都没有收到。那这个巨大的反差后来就被称为费米悖论。费米那天在餐巾纸上随手估算的东西，在11年后，也就是1961年，被另外一位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正式写成了一个公式。在1961年，德雷克在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组织了一次非常小的会议，后来这次会议被称为绿岸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认真的用科学方法来讨论外星文明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德雷克为了让大家的讨论有个抓手，就写下了一条公式。这条公式后来被称作为德莱克方程。这个方程说白了就是把决定外星文明数量的所有的因素一个一个的列出来，再乘在一起。那具体有哪些因素呢？第一，就是银河系里恒星形成的速度；第二是恒星拥有行星的比例；第三是每颗恒星平均有几颗宜居的行星；第四是这些行星里演化出生命的比例；第五是生命演化出智慧的比例；第六是智慧文明发展出星际通讯技术的比例；最后再乘上这样的文明能维持多少年不灭亡。那这7个数字层层相乘，算出银河系里此时应该存在多少个能和我们通讯的文明。这7个数字前几项现在天文学家已经能够用很真实的观测数据填得越来越准确了。打个比方，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确认发现的太阳系外的行星已经超过了5000颗。这里得提一下开普勒空间望远镜，它是2009年发射的一台专门用来寻找外星行星的太空望远镜。它的原理很简单，当一颗行星从恒星面前经过的时候，它会挡住一点点星光，望远镜就是靠捕捉这种极其微弱的调光来寻找行星的。它已经工作了9年，确认了2600多颗系外行星。根据这些数据推算，银河系里几乎每一颗恒星平均都至少有1亿颗行星。像地球这样处在宜居带，也就是不冷也不热，可能存在液态水的那个轨道范围内的研制行星，保守估计数量也在数十亿颗这个量级。哪怕后面的几项，比如生命演化的概率、智慧演化的概率，都往悲观了估算，算出来的结果依然是银河系里此时应该同时存在的技术文明很可能不止一个，甚至可能有成百上千个。可我们连一个都没有找到过，这才是费米悖论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不是外星人应该存在这种模糊的直觉，
而是一套建立在真实数据上的算式，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它们应该在哪儿，但宇宙却始终一片安静。如果说费米悖论只是纸面上的估算，那顶多算个思想实验。但事实是在过去的60多年，人类真的拿着射电望远镜在一刻不停地在听。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有一台射电望远镜，外号叫大耳朵。在1977年的8月15号晚上，他按着程序扫描了天空，但第二天值班的天文学家杰里·埃尔曼在翻看打印出来的数据记录纸时，在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字里突然看到了一组数值，从个位数一直飙升到了字母 U。 这个字母 U 代表信号强度超过背景噪声30倍，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强度。这个信号只持续了72秒，然后就消失了。更巧的是，它的频率正好锁定在1420兆赫兹上，这是宇宙里含量最丰富的元素，也就是氢原子所发出的特征频谱。天文学家一直认为，如果外星文明真想发一个任何文明都能听得懂的信号，这个频率是最合理的选择。因为只要掌握了基础物理，任何人都会观测到它。埃尔曼当场就在打印纸的边上写了一个词 Wow。 这张手写着 Wow 的打印纸原件后来成了 SETI， 也就是地外文明搜索计划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张纸。后来天文学家用了更大的望远镜，反反复复对着同一片天区搜索，但搜索了几十年，这个信号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次。直到今天，哇哦信号代表的到底是什么，还是没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答案。如果说哇哦信号是一次孤立的意外，那塔比星异常就是一场持续了好几年的系统性困惑。在2015年，有一群参与公众科学项目的志愿者在筛查开普勒望远镜拍摄的海量恒星亮度数据时，发现了一颗编号叫 KIC 8462852的恒星。后来大家都把它叫做塔比星。塔比星的亮度会毫无规则的骤降，最深的一次降了 22%。 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数字。一颗恒星如果只是被一颗行星正常的遮挡，那它的掉光幅度通常也就是在 1% 到 2%， 而且应该是非常有规律的周期性的。但塔比星的掉光并不规律，而且它的幅度又大得离谱。天文学家一开始怀疑是仪器故障，但排除以后，他们提出了行星碎片盘、彗星群这些自然的解释。但也有科学家，包括 SETI 的研究员，正式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猜想：如果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正在恒星的周围建造一圈的戴森球，那结果会怎么样呢？戴森球是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60年提出的一个设想，它指的是一种高等文明用来收集恒星能量的一个巨型的结构。它是一圈围绕着恒星，把恒星整个包裹起来的环状或者是球状的外壳，专门用来收集恒星辐射出来的能量。如果真有这么一圈结构，而且它是不规则的、大规模的在建造中，从远处看恰好就会造成这种忽明忽暗、没有规则的掉光。这个猜测一度上了全球媒体的头条。不过在持续观测了几年之后，天文学界现在更倾向于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塔比星周围有一大片分布不均匀的宇宙尘埃在遮挡星光，但直到今天，它的掉光模式还是没有被100%完美的解释清楚。同样在2015年，俄罗斯启动了一个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地外文明搜索项目，叫突破聆听。这个项目动用了全球最大的几台射电望远镜，系统的在扫描离地球最近的100万颗恒星，还有银河系中心和仙女座星系，现在仍在持续的进行。面对这一片沉默，天文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未来学家提出了很多解释框架，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是经济学家罗宾·汉森在1998年提出来的大过滤器假说。这个假说的核心逻辑其实并不复杂，从一颗行星诞生到演化出能够进行星际殖民，在宇宙里留下明显痕迹的文明，中间必须闯过一连串的关卡。从没有生命的分子演化出第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从单细胞演化出复杂的多细胞生物，从普通生物演化出会用工具的智慧，再从原始的智慧演化出能够掌握核能和航天技术的现代文明。每一关都可能是一道几乎过不去的过滤器。宇宙这么安静，
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过滤器主要卡在我们已经闯过的那些关卡上，比如生命起源这件事本身就极其的罕见，但我们已经是幸运儿了，前面的路可能相对安全。第二种可能就要可怕的多了，过滤器正在我们的前方，还没有走到的地方，这意味着几乎所有演化出智慧的文明，最后都会在某个共同的阶段被同一种东西挡住甚至摧毁，而我们目前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关卡，自己却完全不知道。把这个假说套回地球自己的历史，会发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这些年科学家反复确认的那些地球差一点就不适合生命的真实事件，本身可能就是候选的过滤器。比如地球磁场，它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历史上曾经反复的完全翻转过。在41000年前有一次拉沙姆事件，磁场的强度一度骤降到只剩正常水平的 5%， 而且这个低强度的状态持续了将近1000年。你想，如果一个文明恰好在磁场剧烈减弱期发展出了脆弱的电子设备，一次强的太阳风暴就可能瞬间摧毁卫星和电网。火星就是一个近在咫尺的真实警示，它曾经跟地球一样，也有磁场，有浓厚的大气，但它的磁场发电机大概在41亿年前就停摆了。之后大气被太阳风持续剥离了几十亿年，最后变成了今天这个寸草不生的红色荒漠。再说地球自己，地球有一颗异常巨大的卫星，那就是月球。天文学家认为，正是月球的引力持续稳定着地球自转轴的倾角，如果没有这颗大卫星，地球的倾角可能会在几百万年的尺度上剧烈的摆动，气候就会跟着彻底失控。这些让复杂生命能够稳定演化下去的条件，每一条单拿出来都是概率极低的巧合。这正是天文学家彼得·沃德和唐纳德·布朗利在2000年提出的稀有地球假说的核心论据。他们的意思是，宇宙里简单的微生物可能到处都是，但能够演化出复杂、稳定，还能一直发展出技术文明的行星，可能极其罕见。除了这些天文尺度的过滤器，人类自己手里也握着候选的过滤器，那就是核武器。核武器让人类第一次拥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另外，气候巨变、人工设计的病原体、失控的人工智能，都是学界这几十年反复讨论的文明自毁风险。牛津大学有一个专门研究人类未来风险的机构，叫人类未来研究所。他们在2008年做过一次专家问卷，问的是21世纪内人类文明遭遇灭绝级别灾难的概率。受访的顶尖学者给出的答案中位数是 19%， 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人心里都咯噔一下。除了大过滤器，学界和科幻界还提出了另外2种很有影响力的解释，回答的也是同一个问题：如果外星文明真的存在，他们为什么保持沉默？第一种叫黑暗森林假说，这个说法最早是中国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小说《三体》里系统提出来的。虽然它是科幻小说里长出来的，不是正式的学术论文，但它背后的博弈论逻辑，天文学界和未来学界一直在认真的讨论。黑暗森林假说的逻辑建立在2条前提之上。第一条，任何文明活下去的第一需求就是生存。第二条，宇宙里的资源和物质是非常有限的，一个文明扩张天然就会挤占另一个文明的生存空间。那在这2个前提之下，一个文明一旦发现另外一个文明存在，没有办法确认对方是善意还是威胁，而且通讯本身还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技术的代差可能会非常的巨大，一个文明可能用几十年就可以完成另外一个文明需要几万年才能走完的技术飞跃。于是理性的选择就变成了发现别人以后，要么马上把自己藏起来，要么先动手把对方摧毁掉。整个宇宙因此也变成了一片每一个文明都不敢主动示意自己存在的黑暗森林。如果这个逻辑真的成立，那人类过去几十年主动向太空发送的信号，比如在1974年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向5星座发射的阿雷西博信号，可能不是浪漫的问候，反而是一次非常危险的暴露。第二种解释就相对温和了许多，叫动物园假说，是波士顿大学的天文学家约翰鲍尔在1973年正式提出来的。他的意思是，外星文明或许早就发现了地球，只是出于某些类似保护区管理的伦理准则，主动选择不干预、不接触，任由人类自己演化。就像动物保护区里，管理员会尽量避免让野生动物察觉到人类的存在。这个假设目前没有办法证明它是错的，
但这也是它最大的魅力。它意味着宇宙的沉默可能并不是因为空无一人，而是因为有人正在克制着不说话。费米悖论讨论的是我们找不到它们，但过去几十年也有一批研究者反过来想，会不会他们早就来过，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类推测目前完全没有获得主流科学界的证据支持，仍然属于边缘假说，但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有趣现象，这里也可以做一个开放式的呈现。天文学家讨论地外文明痕迹的时候，常常会提出一个更加朴素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果一个文明真的实现了跨星际的航行，他们留在宇宙里的东西未必是主动发出的信号，反而更可能是不小心留下的痕迹，比如大气里某一种特定比例的工业污染气体，或者是环绕恒星的巨型结构造成的异常掉光。这类搜索在这几年已经成为了 SETI 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天文学家管它叫做技术印记搜索，跟传统的监听无线电信号互为补充。而在人类自己的历史记录里，确实有一些跨文化重复出现的天外来客的故事，比如西非的多贡族，他们的口述传统里长期流传着关于天狼星有一颗半星的详细描述。这个说法从20世纪30年代被人类学家记录下来以后，一度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但后续研究发现，这些描述很可能是受了20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天文学书籍的间接影响，而不是什么独立流传下来的古老知识。这个案例后来反而成了一个经典的反例，常被学界拿来提醒大家，在面对古代星际知识这类说法，要格外谨慎地甄别信息的来源。类似的，世界各地的岩画和神话里也确实有大量对天外来客、发光飞行物的描绘，但绝大多数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严谨考证下，都能找到更为朴素的自然解释。一般来说都是彗星、球状闪电、极光等等。这些记录本身更多说明的是人类自古以来对头顶之上是不是还有别的观察者这个问题的持续好奇，并不能当作地外文明造访的证据。从费米在餐巾纸上写下那个简单的算式，到德雷克方程里那些被天文观测一点点填实的数据，从哇哦信号72秒的神秘闪光，到塔比星持续多年至今没有完美答案的诡异掉光，从大过滤器里那些地球自己也曾经历过的生死边缘，到黑暗森林里那份让人不安的博弈论逻辑，60多年过去了，人类依然没有找到答案。费米那句他们都在哪里，到今天还悬在那儿，没有人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也许答案会是生命的诞生本身就是宇宙尺度上极其罕见的偶然，而我们人类只是恰好幸运。也许答案是几乎每一个走到我们这个阶段的文明，前方都还有一道尚未显现的关卡在等着我们。以上的内容整合了天文学、生物学领域真实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假说，其中关于文明命运、地外文明动机的部分都属于目前科学界仍在讨论、彼此存在争议的开放性推测，并非确凿的结论。宇宙那片巨大的沉默背后到底是什么？人类的搜索还在继续。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异常观测，我们下期再见。